今天给大家唠唠应天神司马懿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之前三国杀官方搞了一个重置老武将的活动，让玩家从神司马、鲍三娘、灵驹这3个武将里面选出来一个重置。那这3个武将里面人气最高的，玩家最想重置的肯定还是神司马。你别看另外2个都是女武将啊，有很多骚皮肤，但讲道理啊，神司马的情怀是摆在这儿的。远古8神将，它代表了三国杀的一个时代，意义重大。那神司马懿被票选出来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官方就在测试服上线了2版重置过后的神司马，一版叫极掠神司马，一版叫应天神司马啊，都让玩家玩一玩吧，测试测试，到后面看看选哪一版正式上线更合适。那今天给大家唠的就是应天神司马。所谓应天，最常见的解释就是顺应天命，天命不可违，老天让我司马懿活那么久，熬死曹魏3代君主，那就是让我成就一番大事的。诸葛亮耗尽半生精力，也没有把我给灭掉，反倒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养寇自重，不断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啊。我们看应天神司马4血3技能，1技能麒麟。游戏开始时，将排队顶2张牌暗置于你的武将牌上，称为置。当你成为其他角色使用牌的目标时，你可以明置一张暗置的置，并此牌对你无效。回合开始，你可以用任意手牌替换等量暗置的置。那吉林这个技能名出自《晋书·宣帝纪论》中的吉林前意，私属风云啊，用来形容司马懿的忍耐和等待时机。那这个技能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蓄质等待时机的过程。上来呢，你直接把2张牌扣在你的脸上，这个就是你的制牌，同时呢，也是你的一个小法器。当你成为其他角色用牌的目标时，你可以明置一张暗置的制牌，然后直接此牌就对你无效啊，就大宝一刀砍过来，我直接跟你闷回去。那这个令牌无效的能力还是很厉害的，虽然说不能跟谋诸葛的看破一样可以保护队友嘛，但在前期自保这方面拿捏死了呀。就是我不太明白，虽然你这个技能整体是想表达一个潜藏等待时机夺权的过程，但是你为什么能通过彰显自己野心、彰显自己志向、暗置变明智这种方式自保呢？哎，你杀我，哎，我司马懿不装了，我野心很大，你动不了我。这个逻辑放在诈病赚潮爽的司马懿身上，属实有些别扭的。明智对于隐忍时期的司马懿来说是好事吗？还是说你这个志向指的就不是野心呢？指的是你在皇帝面前、众臣子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志向呢？表演型人格，不然就解释不通啊。然后这个技能还有依据，回合开始时，你可以用任意手牌替换暗置的等量的置。对，置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小的牌库，跟神诸葛七星类似，回合开始也可以换。当然这个能力它不是让你存牌的，它主要是让你用来换花色的。2技能应由，这个技能非常疯狂啊，直接出牌阶段你可以明置一张置，然后摸 X 张牌， X 为明置的置的数量。当你失去与明置的置其中1张花色相同的牌时，你摸1张牌。对，玩应天神司马，你在前期要尽量的把自己的2张置调整成2种不同花色的牌，这个操作只能在你的置还在暗置的状态下去做。当你2张置全明置之后，这就意味着有2种花色的牌你失去之后，立马就能得到1张新的牌。这是什么概念啊？借 SP 陈氏是吧？之前老版的应天神司马起手有3张置啊，那版真的无敌了。这版稍微弱了一点，但是依旧很阴间。因为这个失去牌，它还不是说使用或者说打出，它从你区域里面脱落，它就算失去了。弃牌它也算失去，这不是说跟你嘻嘻哈哈的啊。应天神司马懿明置置有2种方式啊，被别人进攻、被别人用牌，你就可以明置置，让此牌对你无效。第2种是你出牌阶段主动明置啊，明置完你还可以摸，这个摸牌跟后续的失一摸一来说没法比，但是作为启动资金来说也很重要。应由这个技能本身没什么评价的，纯无脑摸摸摸，但是它技能台词很有说法，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想。吞无克属，老臣毕生之志也。臣当从领西事，不负陛下所托。他明的确实不是野心，臣之志，中国之志。你皇帝要抗衡蜀吴，就必须要用我司马懿啊，养寇自重。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解释，这个技能设计在逻辑上倒也能说得过去。接下来是应天，应天这个技能更没啥说的。觉醒技嘛，我倒感觉更像是退化技。
触发条件后获得3个技能：玩杀、鬼才、廉颇。廉颇还是有点用的，一波爆发杀死敌人，正好在这个时候触发觉醒，接一手廉颇。当然也就这么一波了。你到后续的残局，你配个玩杀、鬼才这种完全没有个人能力的技能，就纯白板呀。还叠个用牌没有距离限制，这种能力你叠再多也没用，你失去应有，你就是白板。这个技能应不了天呐。我其实不太喜欢这套技能组，这就是典型的五路训式设计，有防御有过牌，看似全能，但实际上这11摸1玩的有啥有益性呢？觉醒完叠了3个不明所以的技能，也不知道整出来干嘛。历史契合度这方面做的也挺别扭的，我感觉选不上啊，不如另一个版本啊，不如劫掠神司马懿。那这就是下一期的内容了。太白袭月知何故？天狼掩日，欲吞天。藏风40载，终朝无亮剑之时。